人体自带的长寿窝，每天按一按，降压、养肾、通气血，样样都不差。中医说五脏六腑、12经脉有络于耳，意思就是说耳朵是全身经络的汇集之处，所以经常对耳部进行一些适当的按摩，能够给人体带来许多益处。今天分享一套懒人版有耳操，把全身都调个遍，坚持下来，许多毛病会不知不觉中就改善了。第一是搓耳背，耳朵背后有一条很明显的沟，这条沟被称为降压沟。我们用一只手托住耳朵，另一只手的食指指腹沿着降压沟上下来回的搓揉。如果出门在外突然血压升高又没带药，那就赶紧找到这个地方搓揉10到20分钟，血压就会降下来。两边耳朵都要搓，平时作为保健可以推推耳背5分钟，每天做个2到3次就够了。推耳背可以调畅全身的气血，对降压有一定效果。对于头疼、耳鸣、失眠、乏力等问题也有很好的调理作用。第二是拉耳垂，我们用手指捏住耳垂向下牵拉，有节奏的拉30到50下，直到耳廓有热胀感为止。这时全身也产生一种轻松、舒适、惬意的感觉。有些人晚上怎么也睡不好，记性也不好，莫名其妙的烦躁，这时拉一拉耳垂这个心情开关，烦躁郁闷的心情一扫而光，还能健脑明目，促进睡眠。每天锻炼3到5次，效果更好。耳垂主要是我们面部的反射区，对于头面部的问题，比如耳鸣、头痛、神经衰弱等，都可以通过牵拉耳垂来缓解。爱美的朋友没事多揉揉也会有奇效。3. 提拉耳尖，用双手拇指、食指捏住耳廓上部，先揉捏此处，再往上提丘，直至耳尖处充血发热，每次进行提拉15到20次即可。耳上部主要是扁桃体、足、膝等关节部位反射区，可调节睡眠、血压、情绪，对咽炎也有缓解作用。第4是手摸耳轮，双手握空拳，以拇指、食指沿耳轮上下来回推磨，直至耳轮充血发热。长时间低头玩手机或者对着电脑工作的人，颈椎问题很容易找上门来，经常会颈部、腰部疼痛，有时候还会出现头痛、眩晕的情况。恰好耳轮是腰颈椎的反射区，对长肾、腰腿痛、颈椎问题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。每天刺激一下耳轮，腰颈部疼痛感会大大降低，头痛眩晕的情况也会少出现。第5是按压三角窝，三角窝位于耳轮上角和下角之间的三角形凹窝，这里就是了。用食指托住三角窝的背面，拇指捏压三角窝，持续按压50次，使耳朵微微发热就可以了。肾的问题就找三角窝，像肾气不足、夜尿多、腰酸等问题，就要多按按三角窝。平时消化不良、脾胃虚弱的朋友，也可以多按压这个区域，可以健脾养胃。好，以上就是懒人版有耳操的全部动作，大家要每天坚持按摩耳朵，给五脏六腑来个大保健，让气血不停循环，久而久之，许多毛病在不知不觉中就改善了。内伤脾胃，百病由生。养脾胃是养生最重要、最基础的事情，但是现代人的脾胃一般都不好，天天想着吃这个那个来补脾胃，却不知道脾胃出了问题，很多时候和自己的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。脾胃差的人，看看自己有没有下面4个坏习惯。1. 汤泡饭。汤泡饭，饭是泡远了，更容易下咽，但是没有经过充分的煮嚼，增加了脾胃负担。另外，汤里如果油脂多，也不利于脾胃运化。2. 吃压气饭，伤肝又伤脾。生气的时候不要吃饭，因为生气的时候会有一股气堵在胸口这里，继续吃饭的话，第一对肝不好，第二对脾不好，
所以如果生气，干脆就不吃饭，等气消了再吃。我们祖先也有一句古话，吃饭不训子，就是在吃饭的时候不要批评小孩。小孩脾胃本来就弱，再受气吃饭，对小孩脾胃更不好。3. 久坐缺乏运动，伤肉伤脾。脾主肌肉，久坐伤肉。久坐不动的人脾胃都不好，不想吃东西，胃口不好。相反，经常运动的人胃口一般都不错，吃得香。4. 爱吃辛辣重口味，脾胃最喜欢甘淡之味，过于辛辣的食物对脾胃的伤害不小。要想脾胃好，清淡饮食就可以了。有一个躺着就能养脾胃的方法，非常适合懒人，用艾绒、桂圆肉、花椒3种材料捣烂，晚上睡觉前贴在肚脐上就行。这个方法是养生大师南怀瑾推荐的，脾胃差、湿气重的人都可以贴，大家可以自制，材料非常简单，取桂圆肉、花椒、艾绒即可，放在一起捣碎，捣碎后搓成小团，这样就做成了。晚上睡觉之前取一个放在肚脐眼的位置，贴上胶布就可以了。我们的肚脐也叫神阙穴，这里皮肤薄，没有脂肪组织，脐下腹膜血管丰富，把肚脐贴放在肚脐上，它的药效最容易吸收。脾胃差的人坚持贴2个星期，作用就非常明显了，然后再坚持贴一段时间巩固，对调理脾胃非常不错。我们也制作了现成的肚脐贴，除了艾绒、桂圆、花椒，还加入了白芷、生姜等材料。需要的朋友可以点击视频下方就能找到。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。夏季是扶阳固本的最佳时机，我们要捉住这个机会，尽量多补充一些阳气。人体阳气足够旺盛的话，则并且必不敢侵犯。下面我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易操作的动作，可以时刻为我们身体补充阳气，让你每天阳气满满，身体健康。这个动作就是开合膏肓穴。膏肓穴就在我们后背的肩胛骨内侧，当第4胸椎棘突下，左右旁开3寸。这里就是左右各有一穴。下面大家跟我练习一下。首先我们自然站立，屈肘微握拳，缓缓抬至胸前，与肩持平，掌心朝下，然后挥肘使劲往后拉伸，速度要大，幅度要大，速度要快，这样才能有效地运动到膏肓穴，以达到开膏肓的目的。每次做36下，休息1到2分钟，接着再做下一个36下。如此反复轮流做，一直做到后背肩胛骨处有宣胀痛感或者出汗的感觉就行，早晚各做1次。经常做这个动作，可以源源不断地补充人体阳气，还可以增强我们的肺活量，减少圆肩驼背的产生，让你的身体挺拔挺拔的，男的帅气，女的漂亮。如果大家觉得做这个开合膏肓的动作累的话，也不妨改用我们的经络拍来拍打膏肓穴，同样能达到开合膏肓穴的效果。我们手持经络拍对准后面膏肓穴的区域，力度适中的拍打，每次拍打100下。做完一边，再做另外一边，同样是拍打100下，早晚各做1次就够了。好，大家一定要捉住夏天这个最佳季节，好好补充阳气，扶阳固本，身体越来越健康。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。惊蛰节气以后，大家还是要以疏肝利胆为主。我们把疏通重点放在肝胆经上，胆经上有5个易堵点，肝经上有3个易堵点。我们把这2条经上的8个易堵点疏通了，疏肝又利胆。
胆经上容易淤堵的点分别是肩颈、环跳、风室、悬中、足灵气。肝经上容易淤堵的点分别是奇门、阴包、太冲。疏通的方法很简单，我们先疏通胆经，手持经络拍对胆经的易堵点进行反复拍打，每个淤堵点拍打5次。肩颈、环跳、风室、悬中、足灵气，就这样反复的拍打，每侧胆经拍打5到10分钟。我们再来疏通肝经上的易堵点，我们先手持2个经络拍，反复拍打肝经的3个易堵点：奇门、阴包、太冲。要再重复。就这样反复疏通5到10分钟。要让肝胆之气生发有力，我们就要保证身上的肝胆经通畅。我们也要把健脾放在养生日程。健脾胃的方法有很多，做隔盐灸、推腹等等都不错。脑供血不足、头晕迷糊、耳鸣乏力，其实我们头顶有个气血总开关，只要把它打开了，气血蹭蹭往上升，立马就能感觉到供血上来了。今天分享一个改善脑供血不足的特效锻炼法，叫大脑回春功。第一步，梳督脉。在梳之前，先准备一把红檀木经络梳，督脉经过头部正中线，我们从前发际线往后梳，一直梳到后脑勺，梳100下。督脉为阳脉之海，统领一身的阳气，你会发现越梳越舒服，有气血往上涌的感觉，说明振奋的阳气，气血开始源源不断的输送到大脑。第二步，梳膀胱经。膀胱经在督脉旁开1.5寸处，我们手持2把梳子，从前发际线往后梳到颈部，梳100下。有的人在梳的时候感受到头皮下面有一些小的轻微的颗粒感，说明头上的经络有淤堵点，更需要把它梳开。尤其是睡眠不好的、脑供血不足的，每天坚持梳。3. 梳胆经。胆经在我们膀胱经两旁，耳朵的附近。我们从2侧太阳穴往耳后梳，每次梳100下。人体的5脏之血、6腑之气皆上注于胆经，梳2侧的胆经会明显有气血往上走的感觉，面部发热，而且头脑会感觉特别轻松，特别的清醒。提醒大家一下，尽量不要直接用手指去梳头，因为指甲很脏的，容易刮损头皮，造成感染。最好用这种梳头圆润、梳齿间隔大的经络梳，这样才不会伤到头发头皮。我们这把梳子是用1级红檀木整木制作，有清热凉血、宁心安神的作用，对心、肺、大脑特别有好处。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。比怒更伤肝的是忍气吞声，肝是最怕郁结的。经常忍气吞声或者生闷气的人，容易脸内胀痛、乳腺结节、失眠多梦、头晕头痛等等。我们该如何调理和改善因为肝气郁结而引起的种种亚健康问题呢？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每天推2个地方来排解肝郁、调达肝气，预防亚健康问题。第一个要推的地方是两肋，肝经经过两肋，而且肝经最容易淤堵的地方之一就是在两肋的七门穴上。推两肋很简单，我们用推肝经专用的工具七龙珠来推，从腋下往肚脐方向稍稍用力的推，每次推100下以上。推的时候我们要挺直腰背，两手尽量压住两肋，稍稍用力，
往下推，推到脸内有发热发胀感觉最好。第二要推的地方就是大腿内侧的肝经，我们从上往下推，沿着肝经的路线，也就是大腿内侧偏中间的位置，从腹股沟往膝盖的方向推。我们用右手推左腿，左手推右腿，左右轮流做，每次推100下以上。经常推大腿内侧的肝经，你的睡眠会不知不觉的好起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春天是生发的季节，也是我们清理身体的好机会。今天给大家分享拍八虚。拍八虚能推动身体气血行走，帮助疏通身体，把体内积累了一个冬天的湿、寒、热等邪气带出来。八虚是身体里最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，它们分别指我们的2个肘窝、2个腋窝、2个臂窝和2个腘窝。我们先准备一对经络拍，经络拍有弹性，我们利用经络拍的弹性，把力度渗透进骨肉之间，这样拍打刺激才会更充分。下面给大家分享具体的动作。1. 肺心有邪，其气流于两肘。我们拿着经络拍，对着肘窝的位置，力度适中的拍打。左右手的肘窝各拍打100下。容易烦躁、容易着急上火，或者舌尖红、口腔问题，这段时间睡眠不好的人，侧重疏通肘窝。2. 肝有邪，其气流于两腋。我们拍打腋窝的时候，一手摸着自己的侧脸，一手持经络拍对准腋窝的位置，力度适中的拍打。左右的腋窝各拍打100下。生活容易生气发怒，心情常常不爽，胸闷、疼，容易长各种结节，口苦、眼睛痒、手脚冰凉，还容易上火的人，可以重点疏通两腋。3. 脾有邪，其气流于两臂。两臂就是我们腹股沟的位置，我们手持2个经络拍，在拍打腹股沟的时候，双脚略宽于肩，这样就可以展露腹股沟出来。好，然后我们对着腹股沟力度适中的拍打。胃口差、腹胀、脾胃消化吸收不好、湿气重的人，可以多疏通这里。每次拍打100下。4. 肾有邪，其气流于两腘。腘窝就是我们两膝后面的这个窝，这里就是腘窝。我们手持一对经络拍，对准腘窝的位置，力度适中的拍打。每次拍打100下。腰腿痛、膝盖不舒服、肾气虚、腰腿乏力的人，多疏通两腘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来判断自己的胆经通不通。通过阳陵泉，它是胆经的合穴，它可以通达肝胆之气，肝胆不通的人按揉时会感到胀痛、刺痛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找找阳陵泉穴。我们沿着小腿外侧面往上摸，到这里会摸到一个很明显的骨性标志，这里就是腓骨小头，在腓骨小头的前下方凹陷处，这里就是阳陵泉，双侧穴，左右小腿各一穴。如果你用手指按住阳陵泉，像拨琴弦一样，感觉此处有一根筋，反复拨动几次，开始会有麻的感觉，一旦麻感全导到脚面，就说明你的胆经通了。相反，没有这种感觉，就是胆经不通。胆经要是不通，最明显的就是白发增多，整个人湿浊胖腻，头面部容易出油，头发油，爱长痘，
容易偏头痛，脸类常常隐隐作痛，容易得乳腺结节，大腿外侧胖，容易起肉疙瘩等等。还有胆经不通，身体气机就会出问题，进一步影响脏腑正常的功能。怎么疏通胆经呢？这是一个知识点，我给大家圈起来。胆经很长，建议大家疏通大腿外侧这一段就够了。从臀部开始，沿着裤缝线一直抄到膝盖外侧面，主要敲打环跳、风市、中都、西阳关这4个穴位。就这样敲打5分钟以上，左右两侧都要敲。为了节约时间，我们可以借助庄老师经络拍，两侧一起敲，找个位置坐好，放松全身，手持经络拍，从臀部开始，用经络拍，我们就可以一直拍到脚踝。用内力，而不要用蛮力。用经络拍，拍起来渗透力比较强，因为它软而有弹性，拍下去会有一股回畅的力量，能更深的拍到肌肉经络，更好的振奋经络气血。就这样敲打5到10分钟即可。坚持把胆经疏通了，身体的浊气、寒湿、淤堵也没了，全身都通畅了，还能瘦腿养颜。今天给大家分享2条养肝线，疏通这2条养肝线，能理气明目，还能降火。需要的朋友跟着我一起推一推。我们先找到第一条养肝线，它在这里。找到了位置，我们可以用手指来推，从太冲往下推到大敦，这样一下一下的推。我喜欢用这个紫檀木梳来疏通，它两头的梳齿圆润宽大，能够很轻松的疏通到身上的点位。用这个梳子移上来，不要急着用力推，先轻后重，循序渐进，坚持这样疏通3到5分钟。有些人这里疏通起来有疙疙瘩瘩的、坑坑洼洼的这种感觉，说明这里堵车比较厉害了，更要坚持疏通。接着我们来疏通第2条养肝线，内踝尖上，也就是正前方1寸处，这里有个点位，然后内踝尖上5寸的位置，这里也有个点位，我们就是推这条线，这里就叫中风，这里就叫离沟。找到这条线之后，我们也是用这个梳子来疏通，用圆润的一头来疏通。平时如果喜欢做食指梳头的，或者自己喜欢在身上点点按按，疏通身体各个淤堵点的，在家里备这么一套这样的梳子是很不错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疏通，从离沟往中风方向推，就这样从上往下推。刚开始上来不要这么用力，先轻后重，慢慢的加力，以个人的耐受为准。因为肝气郁结的人推到这条线是很疼的，所以先轻后重，也是疏通3到5分钟。我们疏通完一边脚，再疏通另外一边。这2条是我们身体自带的养肝线，爱生气、爱发脾气、肝气郁结需要养肝的朋友要坚持推起来。今天我用一根擀面杖帮助大家赶走失眠，晚上睡得香。首先我们来说说大腿内侧，我们大腿内侧藏着3条对睡眠至关重要的经络，分别是肝经、脾经、肾经。不管是哪一条经络不通，都会直接影响到你的睡眠，尤其是那些凌晨1到3点早醒的，脾胃不和难以入睡的，睡觉时易惊醒的，睡得不沉的，这几种人更需要每天赶一赶大腿内侧。下面我教大家如何操作。
每天临睡前手持一根擀面杖，从大腿内侧根部开始，往膝盖方向擀，一趟一趟的擀。睡眠不好的人，擀大腿内侧的时候，会隐隐约约感觉到有好多的痛点。如果感觉哪个地方痛的，就需要重点擀多几下，因为痛点就代表了此处的经络淤堵严重，需要重点疏通。还有一些人在擀的时候，大腿内侧会有淤青或者出现出痂的情况，这些都是正常的，大家不用担心，过几天就会自己消失。好，就这样，每侧大腿擀49趟左右，擀完一边再擀另外一边，也是擀49趟。好，大家坚持每天擀大腿内侧，让你从此爱上睡觉，睡得踏实，睡得香甜。人体内的三浊越多，身体就越差；相反，身体的三浊越少，身体就会越好。三浊是指身体日积月累的浊气、浊水和浊物。浊气就是指身体里的一些气体，比如放了屁、打嗝的气等等。浊气堵在心口就会难受，走到脑袋就会头晕眼花。浊水就是身体的湿浊，老爱吐痰的人就是因为体内浊水太多。浊物就是我们常说的宿便。怎么去除身体的三浊呢？有一个大道至简的方法，下面我教大家。第一步，拍打排污开关中毒穴，它在大腿外侧，在风室下2寸。我们这样讲，我们自然站立，双手自然下垂，中指所指的位置就是风室，然后风室再往下量3横指，好，这里的位置就是中都。找到了位置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拍打。我们稍稍用点力，一下一下的拍打，连续拍打10分钟以上，每天可以多次。这里是人体中焦的排污启动机关，我们想要排出三浊，一定要先激活此穴，把开关打开。我们把这个开关完全打开了，我们就开始推三浊。这个三浊就是浊气、浊水、浊物，它们都是藏在我们腹部中焦这个区域，所以我们不难发现，一些人肚子大的、肚子硬的，都会有很多健康问题。那为什么肚子会硬、会大？其根本的原因就是与三浊有关。如果肚子变硬了，像消化不良、胃口差、上面热、上面寒这些毛病也会找上来，还有小腹变大、赘肉多，这都是三浊惹的祸。所以我们想要身体健康，想要身体的毛病少，腹部这里一定要柔软。下面我们就开始推三浊。我们用这个扁灸罐来操作，这个扁灸罐的好处就是可以一边刮一边灸，既有刮的疏通作用，也有艾灸温经通络的作用。我们借助罐子的力量，就可以更方便、更加彻底的推出三浊。扁灸罐里面已经点燃了艾柱，我们一定要把隔灰网这个盖子盖好。现在就可以开始了。我们用扁灸罐操作，其实和推腹是差不多的，只不过用罐子的话呢，比用手推更好。我们就这样拿着，先推中线。我是隔着衣服向大家示范，大家在推的时候是贴着皮肤来推。好，从上就是从剑突那里开始往肚脐方向推，就是中线，就这样子推，一直推5到10分钟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推2侧，我们先推左侧大家看着我的动作，就这样一下一下的推，推到我们的侧腰面。就到这里，这一边的时间大概也就5分钟这样，然后我们再推右侧，也是从中线的旁边往腰右侧方向推，
一定要推到右腰侧因为这里有带脉穴的位置。那么很多人在推的过程当中，可能会感觉到腹部会有痛点，为什么会有呢？因为腹部是我们很多慢性问题的反射区，如果发现有这些痛点的话，我们要重点的去刮这些痛点，这些痛的部位。我们推的时候要稍稍用力，很多人刚开始推的时候，腹部这里有明显的痛感，这是正常的，继续坚持推。有些人在推的时候会打嗝，甚至会放屁，这是好事，说明你推到位了。继续坚持，坚持这样推，就可以帮助把积聚在中焦腹部这里的浊气、浊水、浊物一步步的推出来。我们坚持用这个罐子来推，肚子就会越来越柔软，中焦这个区域就会越来越通畅。大家要坚持做，把这三浊排干净，身体就会轻盈干净，那么我们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。